依然还是很好吃，还是我心目中第一名的猪排。No.1，吃好吃猪排前的仪式就是要磨芝麻，满满的芝麻粒耶！我觉得这有现磨的芝麻就已经预告它是一个很好吃的猪排了。哇，这个声音好疗愈哦！我要研磨，但同时还是要保留一些颗粒，口感是很重要的。好香哦！还有2个酱，特制还是原主啊？那就加个原主吧。我还用反了。哦，好可爱的汤匙哦！虽然我们这一趟的旅行是鹿儿岛，但我们特地选择从熊本进出，因为这一间胜烈亭它的炸猪排，多年前我们尝过之后，至今仍然念念不忘。胜烈亭也是熊本这边非常知名的炸猪排店，它更曾获选为日本100大炸猪排名店哦，是来熊本这边绝对不能够错过的名店，超好吃的。没错没错，而且我们点的这个6白黑猪啊，是它最招牌的猪肉。那6白黑猪的来源就是来自鹿儿岛啊，所以先来熊本吃它合理。这个6白黑猪啊，说是它的毛色是黑的，身上只有6个地方是白的，你知道哪6个地方吗？不知道哎。4只鼻子跟尾巴哦，这么特别？对，所以说它产量稀少，所以这个猪肉也是很珍贵。想当然了，这个肉质不得了，来，夹起来，里面都可以看到它的肉汁哎，我还没咬就已经有肉汁爆出来了，真的哎，好 juicy 哦！我甘愿为了它发胖，太好吃了。嚯，就是这个味道，各位，看人表情，口水都流出来了。那我仿佛又年轻了几岁一样啊！回到当时的记忆，真的非常好吃。它的炸虾，以前我对炸虾的印象都是皮厚、肉少又油，我就是在吃皮。但是这一间的炸虾完全是反过来的，皮薄、虾肥、香嫩呐！哎呦，你看，里面都是虾肉哎。对啊。正在肥滋滋的猪排，赶快来一瓶现在日本据说很红的瘦身神器特水。哟，既然我老婆来了一瓶特水，那我就只好来个鼻水了啊！这一天中标是怎样啊？对啊，虽然感冒，但是依然不能够阻止我们拍摄的热情哦。拍起来！特辑影片，白白的那是雪吗？好多哦！没想在鹿儿岛看到雪，竟然在鹿儿岛遇到下雪。去年在香川，今年在鹿儿岛，哎，都不太下雪的地方居然有雪，哇！我被雪打到了，好漂亮哦！不愧是在天神降临的地方。鹿儿岛位于日本九州最南端，由南北延伸的萨摩半岛与大屿半岛，以及大约600多座离岛所组成。虽然地名中带有“岛”字，但实际上并非独立岛屿，也因三面环海，气候温暖，被誉为东方的那不勒斯。真是太受欢迎了，2只手忙不过来啊！鹿儿岛不仅是日本建国神话的重要舞台，更是明治维新的核心据点。自江户时代起，这里由岛津氏统治，为萨摩藩领地。萨摩藩在锁国时期仍透过琉球与海外保持交流，成为日本引进西方知识的重要窗口，也在明治维新中扮演推动近代化的关键角色。西乡隆盛、大久保利通等维新志士皆出生于此。因此，鹿儿岛也被称为维新之乡。这座城市展现了自然与历史共存、古老传说与现代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。境内更拥有世界少数人持续活动的火山樱岛以及开文月、世界文化遗产仙岩园，还有温泉源泉数量位居全日本第2的丰富地热资源等许多观光名胜。美食更是旅途中不可错过的亮点。黑猪、黑毛和牛、萨摩军鸡、煎鱼、地瓜烧酒与绿茶等，都是让人难以忘怀的道地滋味。鹿儿岛的精彩多到我们在规划拍摄时，常常陷入选择障碍。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影片一起启程吧，探索这座神秘又充满魅力的城市。即使没去鹿儿岛，也能看见鹿儿岛。鹿儿岛这个名称好混淆哦，没有岛，那有鹿吗？大多都是在山区或离岛比较多，但也不是主要的物种。那就跟熊本没有熊一样了。
确实啊，熊本确实是比较少野生的熊啊。那熊本熊嘞？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！新的一年到了，大家是不是都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呢？一到新的一年，一定要把自己更新一下，不只是把不好的事情跟心情留在2025，连身上的行头也一定要换新，才有新的一年的看机哟。那这次我也选了2款 Ana Luisa 的热卖款，分别是 Left Mini 的项链，还有拉尼的手链。那这2款呢，都是 Ana Luisa 很经典的爱心系列。Ana Luisa 饰品一大特点呢，就是它是使用环保再生材质制作的。那说真的，你根本看不出来它的前世今生啊，因为它的质感真的很好，主打一个可以天天戴，很耐看，然后又非常百搭的设计理念。所以不管你是穿搭苦手，还是搭配上九字 des 呢，都很适合哦。Ana Luisa 的项链单戴就很好看。但如果你有 Ana Luisa 其他的饰品，也很适合直接叠加进去一起戴哦。像我之前这条 Pebble 系列的项链，这样一起戴，整个的感觉马上就不一样，而且你看那个层次啊跟细节感，很自然就出来了。这2款爱心饰品的系列呢，都是采用14K 镀金的系列，上面的爱心也有经过抛光处理，所以可以看到是有一定的亮度。再啊，它这个爱心是做成立体，有一点蓬松感的爱心，所以尽管你看它的饰品的线条是比较偏利落干净的，但因为这个立体爱心，所以让它整体的分量感还是很够。而且我觉得这2款爱心饰品最精妙的地方呢，就是它的爱心不是整条放好放满，而是前端各放5颗，后面是留白，所以让它的细链可以有微修饰颈部跟手腕线条的效果。再来呢，你有没有发现一条各5颗？那5加5是多少呢？等于10。没错，就是10，直接10全10美啊！新的一年戴这一组实在应景啊！2026年的气场一定是10分满分中的10分。而且啊，Ana Luisa 的质感跟做工真的是很有水准，它主打一个不易失去光泽，防水又低密。像我这条 Pebble 的项链啊，这阵子戴下来，它不管是光泽还是状态都维持得很好。Ana Luisa 还有提供2年的保固哦，这点真的很加分，让你戴得更安心。新的一年到了，今年又是火马年，金色的饰品真的很适合拿来点缀，不管是买给自己啊，还是送给亲朋好友，都很有仪式感。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，记得点选影片资讯栏1楼的专属链接，或是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。Ana Luisa 的价格也相当的亲民，最低50美金，大概台币1000多块就可以入手了。趁现在就用1楼的专属链接，把你喜欢的 Ana Luisa 一次带回家，把你的叠戴组合一次买齐，当然也能继续支持我们拍片哦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，大家早安，我是1楼，我们抵达鹿儿岛啦！当然啦，必须要先来雾岛这边报道一下。雾岛市也被视为日本建国神话的舞台，所以想当然尔要从最初之地开始我们的鹿儿岛之行。神楽殿では家内安全、商売繁盛、心をお寄せいただきますようお願いを申し上げます。在正式进入雾岛神社之前，大家会先经过这边独特的地标，这个硕大的鸟居高达22公尺。据说只要穿过了鸟居，大家就正式抵达了神的领域。相传很久以前，诸神俯瞰大地，见到一座被云雾环绕，宛如浮在海上的岛屿，因此得名雾岛。日本神话中地位最高的神明，被视为太阳女神、日本皇室主神的天照大神，派遣其孙子穷穷储尊降临雾岛连峰的高千穗峰，开启在日本统治与国家建立的故事。这段神话被视为日本皇室的起源。皆様方のご協力をよろしくお願い申し上げます。雾岛神宫最早建于西元6世纪，它的原址原本是在高千穗峰的山路，那后来因为火山活动多次迁建，那现在的现址其实是在1715年由第21代萨摩藩藩主岛津吉贵所捐资重建的，那就变成是坐落在雾岛山的半山腰，面向高千穗峰。那雾岛神宫正式供奉名字非常难念的穷穷储尊的古社，也是来雾岛市必定要造访的神社之一哦。这座神社呢，它也充斥着江户时代华丽的风格。大家看它的外观，朱红色非常的抢眼，这就是受到了中国以及琉球文化的影响。那它也是鹿儿岛这边首座被指定为国宝的建筑物，更是获得了鹿儿岛县第1座建筑文化财的殊荣哦。
建于1715年的本殿，现为日本国家重要文化财，也是南九州代表性的历史建筑，被誉为西之东照宫。在本殿旁这座神乐殿是举行神乐舞还有祭典仪式的重要场所，在节气时，舞者会在这边举行古典神乐，向神明表达敬意。在雾岛神社境内有一棵玉神木，它是南九州的古山，高度大约37公尺，树龄将近800年，长久守护着这片土地，非常的壮观。雾岛神宫不仅历史悠久、神话渊源深厚，还以壮阔的建筑与被森林环抱的静谧氛围吸引无数参拜者。据说神宫灵气强盛，主其恋爱、安产与交通安全，是九州著名的灵验神社之一。日本知名历史人物坂本龙马与其妻子新婚旅行时也曾前来参拜，这也使得雾岛神宫名声更为广传。九面神的名字也太可爱了吧，直接叫阿赤、阿青、阿绿、阿白。拿着雾岛神社的玉手，感觉它的能量超级加成，我觉得头好像有一股晕晕的感觉。你应该只是早餐白饭吃太多糖晕吧？吃起来。神宫也贩售多款御守，祈求健康、学业、良缘与交通安全。其中以主神穹穹楚尊为设计意象的9面御守最具代表性，象征守护身心各方面，驱邪避灾，色彩缤纷，造型独特，极具收藏价值。刚刚参拜完之后呢，我也获得了神秘的力量。给你看，这是一瓶普通的水。现在经过我的魔法跟神秘力量加持，我这一转，绿色能量，进甲的马后。哎，为什么变绿色的？怎么变抹茶？等一下，这什么？这是里面是有抹茶粉是不是？没错啦，请用进甲的马后。老婆是进甲的马后，我是江户的马后。嘿，这什么东西？好耻哦！相传穹穹楚尊降临高千岁后，与妻子木花开业姬生下海信彦与三信彦两兄弟，而两兄弟的神话以及鹿儿岛地名的起源，都与这座鹿儿岛神宫有深刻关联。哥哥海信彦擅长捕鱼，而弟弟三信彦则擅长狩猎。某日，兄弟互换工具，尝试对方技艺，结果三信彦不幸空手而回，还弄丢了哥哥真爱的鱼钩，使得哥哥勃然大怒。悲伤的弟弟来到海边哭泣，海神沿途老翁见状后被感动，施法让他乘龙入海寻回鱼钩。相传两兄弟和解后，在山与海之间共治天下，其居所鹿儿山被视为鹿儿岛地名的源头之一。三信彦后于高千岁宫驾崩，葬于高屋山上陵，也就是今日鹿儿岛神宫的所在地。神宫主祀三信彦，象征山与海的和合与繁荣，也被视为海信三信传承之地。神宫也于2022年被指定为日本国家重要文化财，其朱红色的正殿在浓密林木的衬托下格外醒目。殿内的天花板绘画与雕刻细腻精致，两侧龙柱融合了中国、琉球等东亚文化元素，非常值得一看，也是南九州建筑艺术的代表，极具文化价值。鹿儿岛神宫古称正八幡宫或大御八幡宫，是全国正八幡宫的本宫。这里除了主祀三信彦之外，还有配祀纣安天皇、神宫皇后、皇室等相关的神祇。那这边也是由于火山活动比较多，所以历经重建。那目前的社殿是在1756年所建，是由岛津家的岛津重年所主持修建的。哎呦，那我们鹿儿岛神宫啊，蛮特别的是，它里面不是只有单一一座鹿儿岛神宫，它是把跟主神有缘以及附近民众长期供奉的神，把他们聚集在一起，所以里面还可以看到其他不同名称的神社哦。这个就让大家一次参拜，
多种满足，非常的方便便利ですね。在神宫中也会看到这种木质的鱼形玩具，被称为雕车。它是鹿儿岛非常著名的乡土玩具，与稍早分享的两兄弟神话密切相关。相传弟弟在海神宫寻找鱼钩时，发现是被一尾赤女鱼给吞下了，因此神宫还制作这种模仿鲷鱼形状、下有轮胎可以拉动的木质玩具，来纪念这段神话。在传统上多赠予孩童，特别是男孩，寓意健康成长、消灾解厄、带来好运的祝福。刚才我们在雾岛神社那边看了800年的玉神木，想不到在鹿儿岛神社这边的宇之社，同样也有一株高达800年的玉神木。是不是在鹿儿岛这边神木基本上800年起跳都是基本的？在鹿儿岛神社正殿周围有一颗象征龙宫传说的龟石，它也是神话中浦岛太郎故事的灵感地。那至于龙宫神社跟浦岛太郎的故事呢，我们会在之后的鹿儿岛影片跟大家介绍哦，一定要 follow 起来。他在干嘛？对啊，拜拜。初五祭为鹿儿岛3大祭典之一，祭典中有挂着铃铛的玄灵马领头，众多舞者随后前进，边舞边参拜。此祭典起源久远，据说为了感谢三星燕指导农耕渔捞与畜牧之恩德，也有一说源自于1543年岛津贵久梦见神马显灵，因当日为正月18日，故定为祭典日。神宫内也因此留下许多与神马相关的象征。雾岛以宏伟的自然景观被指定为日本最早的国立公园之一，也因火山活动而成为日本知名的温泉胜地。雾岛温泉乡位于雾岛连山西南侧，是由多个泉区组成的温泉地带。全日本约有10种温泉泉质，雾岛就能找到其中9种。这里温泉旅馆林立，无论住宿或当日往返，都能感受温泉的疗愈魅力。稍早提到的坂本龙马跟妻子新婚旅行时，也有前来此处疗养。据说这也是日本史上首次的蜜月旅行。螃蟹天平，一篓一篓剥的呀，剥虾达人。今天晚上我们入住位于雾岛市这边的雾岛国际 Hotel。一入住之后呢，我们就匆匆忙忙，没有办法游刃有余的赶快去吃 buffet 了。而且因为今天刚好碰到日本的新年假期，感觉是鹿儿岛县的所有人都来这边了，真的，全部通通都汇集过来了。然后我们一进去啊，就看到大排长龙，每个人人手一盘满满的螃蟹蟹脚，所以我们就跟着人潮也去拿了一整盘。为了这个螃蟹呢，我们其他的美食行程通通都 delay 了，没什么吃到什么牛排啊、寿司那些，就没有办法很尽兴的去享受到，实在是有点可惜。真的，不过螃蟹还是吃得很爽啊！这应该是我人生中吃螃蟹最多的一天了。今天我老婆难得能够从从容容的享受螃蟹，非常的游刃有余。才不会没出息呀！那我们准备去泡这边的温泉啦，它一样有各式各样的池子主题，时间跟战略都安排好了，必须把它泡起来。要当时间管理大师，就像我老婆说的，要泡到脱皮啊，才不会没出息。大家早安啦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昨天入住这间雾岛国际 Hotel 泡汤的心得哦。它的露天温泉我觉得超赞的，很漂亮，有造景，就是有这个什么五重塔。石灯笼，然后还有烟雾缭绕弥漫的，然后它是属于硫磺泉质，白白的泡脚，幸せ，真的很舒服。而且昨天的汤啊，也是我近期第一次看到所谓的汤花，之前都只有看到公告，但是没有看到实际的汤花，就很好奇它到底是什么。昨天入住这个真的有看到，它就有一点很像白白或黑黑的漂浮物，那去搓它，它会化开，变得有点像泥状的，我觉得蛮好玩的。你确定不是你的身吗？我身上的身哦，太久没洗澡了，身都搓下来了。然后太舒服了，今天早上我还特地牺牲睡眠早起再泡一次。对，因为它就是比如说男汤是 A 区，女汤是 B 区，那早上呢它会 A、B 男女对调，
那变成说你可以体验不同的汤匙，我觉得蛮好玩的。今天早上就特地起了个大早去泡起来，比较有智慧票价的感觉。对，但是每次做温泉饭店都觉得时间都过得超快，现在又要退房了，依依不舍。只能够期待下次再相会啦，但也不打紧，我们即将带大家继续去探访鹿儿岛其他景点哦。哇，我们要进入烟雾地带了。你看前面那一头烟好大。哇，这里是硫磺谷的喷气地带，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烟雾缭绕的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硫磺味。最特别的是呢，它这边的树啊、柏油路跟地砖，竟然都被它染成白白的，很漂亮哎。刚刚一上来我还以为是想说下雪了，对，结果是被染色了。对啊，好特别哦。另外啊，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怪癖，就是蛮喜欢温泉的那种硫磺的味道，还蛮香的啊。不知道有没有人也喜欢。硫磺谷喷气地带公园自1980年代起，这一带开始喷出火山气体，导致地面下陷与道路损坏。为了保护道路，现今已在地下铺设管线，将气体与热水引导至安全区域。位于雾岛温泉乡中心的雾岛温泉市场，聚集了各式餐厅与欧米亚给店。这里能品尝以温泉蒸汽烹调的特产，例如温泉蛋、青羹、玉米与地瓜等等。在1楼广场外也设有竹汤，是休息与购物的好去处。雾岛温泉的大使是黄色小鸭，哎，好可爱哦。这里是丸尾龙，相当的特殊哦。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，它既是瀑布，也是温泉，因此又称为温泉瀑布。另一个很特别的点是可以看到它的岩石呈现柱状节理，很像一张一张的榻榻米，所以又称作千叠夫。这边呢，大家可以看它全质的颜色是乳白色的，因此它激荡出来的水花也特别的明显哦，跟我们昨天泡汤应该是一样的吧？那你要不要下去泡汤一下，修行起来？我好像可以直接选择常住在这边啊。丸尾龙介于丸尾温泉与雾岛神宫之间，高约23公尺，宽约16公尺，其水源来自上游的温泉区，形成罕见的温泉瀑布。秋季枫红，冬季雾气缭绕，夜间点灯后更显梦幻，是来雾岛绝对不能够错过的代表景点之一。在觉志田园区这边最大的亮点就是我四周这些满满将近2万个的黑醋湖，然后他们更厉害的点是还借景锦江湾，就锦江湾酿造出来的黑醋，想必一定是美味しい。诚如我老婆所说的，想不到有这么多的醋湖，竟然借景了锦江湾。我也是这辈子第一次看到这么壮观的醋湖。虽然说它的造型相当的独特，这个我们的国人看起来可能会做一些过多的联想，但是它就是醋湖。在雾岛市的福山町这一间觉志田，它是以推广净化后的黑醋文化为理念哦。它就在2005年开设了日本首间结合了湖店参观、黑醋伴手礼的黑醋主题餐厅。那我们等等也会在这边来品尝它的黑醋料理，就当做我老婆的生日大餐啦。中午来品尝觉志田的5间套餐，就是他们的套餐呢都是以黑醋入味，再搭配自家种植的有机蔬菜，所以迫不及待要来尝尝是什么味道了。首先是上的是前菜，漂亮呢，应该是火腿鲑鱼，然后旁边的酱他刚才说是蓝莓，然后连筷子的外套也很美耶，开动你的心。它这个蓝莓酱里面应该是有加入它的黑醋，所以就是微咸微甜，又有点微酸，层次很丰富。镜头干杯！就是啊，听说他们家的黑醋就是以美味易饮而闻名，就是颠覆那种传统黑醋难以下咽的印象。然后我觉得酸度也是刚刚好，不会说让怕酸的人我会整个眉头皱起来。好喝，而且很开胃。它桌上有摆这一罐3年的有机黑醋啊，是可以让大家加到水或者是料理里面，让大家的生活更提升一个层次，达到减盐又提升鲜味。哦，
就是变很淡的醋，鸡蛋像柠檬水吗？微微的，对，真的有一点像柠檬水的味道，但我好像可以再加多一点。哎，真难得，因为平常你不是很怕酸吗？哦，它这个醋好像不会酸诶，但是那个香气蛮浓的哦。加多一点之后，真的变柠檬水的味道了。哎，神秘耶！我待会也来试试看。不错，今天是我老婆生日，那她还带我来吃大餐，实在是太幸福啦！马上来试试看他们这边的黑醋料理。我点的这一份呢，它是写当地的黑猪肉，再使用他们的黑醋一起融合出来的。目前乍看之下，有点像我们的糖醋排骨。哇哦！来试试看，很嫩。非常好吃，完全没有咬到筋的感觉。这个黑醋的味道蛮香的，会让人不禁的想要一直去沾它，开胃。很好吃啊！这真的好吃。我是点黑豚肉丝 steak， 超级漂亮的，超期待这个黑豚猪肉。鹿儿岛的黑豚也是相当有名，来一定要吃啊！好嫩哦，好像不错哦，很嫩很好吃，完全没有猪腥味，然后配上它这个有一点黑醋微酸的寿司，哇，整个完全搭配的超刚好的。然后沾一下这个旁边不知道什么绿色的酱，这个绿色的酱是wasabi，就会突然冲上去，比较刺激一点的味道，所以可以交替搭配着吃。这个白饭也很厉害哦，你看它的造型做的跟一座樱岛一模一样哎，跟你背后的景一模一样啊。对啊，就是既可远观也可近吃它。马上来试试看它的白饭如何。哇，就是白饭。但造型非常的漂亮，造型很惊艳，就像下了雪的樱岛一样的美。整体来说啊，我觉得以观光工厂附这样子的餐，我觉得算是很精致又好吃。那老婆，你对于今天这一顿算是你的生日餐，还满意吗？可以啦，开心，而且黑醋健康呢。生日快乐啦！谢谢。启一罗部长开始说明。没问题啊。前面我们带大家去过了雾岛神宫以及鹿儿岛神宫，现在即将从神话时代走进人类历史的起源。位于雾岛市这一间上野原神文之森，它是日本规模最大、历史最悠久的神文时代的大型定居型聚落遗迹之一哦。わかりました。那接着让我跟部长说明一下，这座遗迹呢，是因为在1997年的工程中发现树穴式猪居而备受瞩目。なるほど。然后出土了大量的陶器与石器，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，其中更有部分被指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。然后呢，在2002年的时候呢，日本将这些遗迹还有周围大概36公顷的土地整备成这座公园与展示中心，用于保存与展示这个珍贵史料。那你？上野原遗址年代可追溯至距今大约16000年前，聚落沿着2条主要遗迹道路展开，包含52栋住居遗构、39处即石遗构与16处连穴土坑，构成完整且有计划性的生活空间。现今园区大致分为参观区与体验区2部分。参观区设有神文之森展示馆、遗迹保存馆、地层观察馆以及考古成果复原的聚落景观。园内同时也复原了大约16000年前的森林与约8600年前的森林，因此也被选入了日本历史公园100选，是一处能同时感受自然与历史的宁静文化空间。这一片就是以前神文人他们祭祀用的广场，相当的巨大，比学校的操场大多了，一望无际呢。对啊，上面还有飞机刚好飞过。依史迹调查成果进行推定，复原的树穴制住居是在地面挖掘圆形或椭圆形坑穴，将柱子垂直立起并成圆形配置，柱顶集中于中央，形成穹顶状结构。虽然建筑细节尚未完全理清，但推测柱材多使用酸皮粒，屋顶则附以茅草。在现场可以看到7栋还原的树穴住居，
它完整的呈现早期神文人的生活情形，部分的真迹则是掩埋在这片丘陵底下。生活用品有一些也是收藏在保存馆里，大家可以过来体验看看哦。其实遗构是由大量直径约10至20公分的石头堆积而成，因多数石头表面有被烧过的痕迹，推测是在浅坑中烧热石头，再将以树叶包裹的食材放入并盖上土，进行蒸烤料理的烹调设施。这个连穴土坑，它是一个大坑一个小坑，底下用隧道连接起来，在大坑生火，在小坑把肉或是食材挂起来，利用烟熏的方法来腌制食品，这就是以前的烟熏设备。这些大小各异的土坑，推测是用于储存食物或作为埋葬亡者之用。你看这些遗构啊，它显示的那一些树穴筑居基或什么的，你难以想象，在几千年前，这边当时的神文人，真正的人就在这边生活。这个地域，对啊，难想一下。不过为什么它的树穴筑居是一个四方形的？对啊，这个会不会跟岛津家有关？岛津家家徽不是十字形吗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哦。岛这边的县徽不是也是这个十字，所以岛津家家徽就是源自于早期的神文人啊，向他们致敬。なるほど。啊，わかんないよ。想不到神文人他们的居住环境竟然如此恶劣，有够冷的，广告里面给戏哦。但是我们碰到寒流了吧？哇，真的超级冷了，大家不要被这个阳光给骗哦。你看我老婆冻到都花容失色了哦，脸超冻的。爸爸，那是雪吗？对。天哪，我在鹿儿岛竟然看到雪！竟然在鹿儿岛遇到下雪。去年是香川，今年是鹿儿岛，都在不太下雪的地方看到雪。哇，好酷哦！好漂亮哦！它滴到我手上是变成水耶，所以真的是雪啊！我刚刚被雪花打到脸了。大家晚上好啊！欢迎来到一楼一楼直播。进来的朋友先分享啊，待会只要看到你们想要的商品，直接底下留言加1加起来啊！我们这边啊品项超级多的，想要什么东西通通都有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你买不到。既然来到了日本，泡汤是一定要的，但是不想要人挤人没有关系，来各位跟我来看我们仓库里面啊，我们连泡澡的欧芙肉浴桶都直接帮大家准备好了。外用内服通通都有，想要的观众直接底下加1加起来，加起来当然别忘了按赞站起来。没错，还叫五右卫门风旅。这间 A2Z Hayato 是鹿儿岛这边相当大型的超市，它的占地大约17.8万平方公尺，3.6个东京巨蛋左右。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全年无休，24小时营业啊。另一个特色就是它主打从 A 到 Z 的商品应有尽有，超夸张的，我觉得很像 Costco、家乐福跟 B&Q 的综合合体。对，甚至呢还有卖汽车啊、眼镜，还提供理发的服务，真的是超级斜杠企业的代表。没错。迎春有变多。直接卖一整块被子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被子，囤被子，是不是猪油啊？不知道哎，直接加一整块哦。いただきます。
吃我们的晚餐啦。对，刚刚在 AZ Supermarket 买的新年便当。那一间不止东西多，它的美食也很多，而且我还看到是有师傅现做出来的哦。没问题，而且摆盘也蛮漂亮的啦。哦，非常精致，真的是超级有日本年味的感觉。对，而且像这种冷的便当，方便之处就在于随时都可以吃，不用加热。他说这个是卡尼，真的假的？应该是真卡尼吧？对，这是真的卡尼。哇，吃起来是卡尼的口感没有错。那你也来试试看，他们这个据说是这边在地的名产哦。这个是地瓜，尝尝看。このさつまいもはどうですか？哦，这个句日语哦，刚刚我背了很久，终于被我背起来了。这种好像是我们的红皮地瓜，对，它的皮是红色的。它感觉好像是比较小只的吼。对啊，跟水灵的57号地瓜不一样。哦，不同品种吧。这个是写喜还是寿啊？写着订阅。哦，そうですか，还是按赞呢？没有，上面写了个，怎么既像喜又像寿？糟糕，我也搞混了。喜吧，寿喜。对啊，大家瞧瞧，究竟是喜还是寿呢？那我们这一集影片到这边也差不多啦，接下来也会持续开启我们鹿儿岛后续所有的行程。至于剪片的速度嘛，我就尽量赶工啦，加油咯！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那这一系列鹿儿岛的影片，我们会从神话时代到江户时代，再到明治维新，当然也不能错过的是鹿儿岛一些隐藏秘境。希望透过我们的影片，也可以让大家对鹿儿岛有更深一层的认识，了解鹿儿岛究竟藏了什么。即使你不来鹿儿岛，也可以了解鹿儿岛。当然啦，新的一年别忘了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，记得一定要从影片的说明栏点1楼的专属连结，或是扫描影片上的 QR code， 把喜欢的安娜、路易莎一次带回家吧，也能支持我们继续拍片说故事哟。最重要的也是要请大家记得多多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出去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影片见，拜拜。租完之后上车发现，这边居然有200块，这是什么良心的考验吗？